亞洲空霸卸甲歸田。當提及韓國的高中鋒，你會想起誰呢？最近一名前鋒在香港聯賽打進一球，看着他熟悉的面孔，無數球迷倒抽一口涼氣。他就是太極虎的黃毛轟炸機，全北現代的空中堡壘，上海申花的亞外驕傲，北京國安的亞冠克星，無數中超球迷的夢魘，來自韓國的高中鋒金信煜。身高達到1.96米的金信煜早年踢中衛出身，他的崛起要感謝一支中超球隊，就是北京國安。2009年的亞冠，當時蔚山現代鋒線幾乎無人可用的情況下，面對北京國安時，21歲的金信煜被臨時頂上鋒線。自此，御联軍隊史最大的苦主和即將統治東亞足球圈的空霸橫空出世。2回合，蔚山2個1-0。報名依然是後衛的中鋒金信煜，雖然只有1次助攻，卻讓北京國安的國腳中衛搭檔徐倫和張雲海壓力山大。等到2012年，兩隊再次在亞冠小組賽中重逢，這次面對國安的外援中衛金信煜，2回合2個頭球，蔚山又帶走6分。而到了2019年的亞冠，已經轉會全北现代的金信煜还是2個頭球，打得如今已在拜仁的老將金民哉目瞪口呆，全北雙殺御林軍。要知道2009年和2019年是國安陣容很強的2個賽季，但熟悉的配方，不變的苦澀 Why always you。 當然客觀的說，那段時間痛苦的絕不止北京國安，無論是 K 聯賽、亞冠還是亞洲國家隊級別賽事，整個東亞遇見巔峰期的金信煜就沒有不發愁的。金信煜有很多缺點，他很慢，非常慢，强强對話時體能是瓶頸，容易在快節奏的比賽中掉队等等，但人家的长板長到嚇死人。金信煜在空中的優勢實在太過誇張，完全限制一個身高場上第一、頭球占到生涯進球數40%的高中鋒是不太可能的。這不是堆人數就能解決的問題，進攻方可以傳中無數次，但防守方後衛卻不能失誤1次。只要金信煜還能正常起跳，他就是亞洲賽場上的 bug。 從被固定在鋒線位置開始，金信煜在 K 聯賽連續10個賽季進球上雙，並在2012年代表蔚山、2016年代表全北2次拿到亞冠冠軍。他的身高對於亞洲的後衛確實太超綱了，打蒙烏茲別克豪門本尤德科，碾壓沙特土豪利亞德新月，对權健大野帽子戲法，砸雲浦和紅鑽和傳奇前鋒。國家隊層面也有梅開二度擊敗日本的名場面。今年足球時期不是沒有中超球隊開過價，但當時金信煜一直希望能在世界杯上進球，就多次婉拒。而俄羅斯世界杯後，隨着他徹底淡出國家隊，外加在全北的地位長期被老將李同國壓一頭，又恰逢恩師那時口碑還未崩盘的崔康熙離隊，金信煜有了想法。19賽季的中超，上海申花陷入了巨大的麻煩，上半场联賽仅僅拿到3勝，弗洛雷斯带着仅2成的执教勝率黯然下課，崔康熙前來救火。而作為前全北教父，崔康熙只點名要了一個人，他的愛徒。隨着金信煜、莫雷諾和沙拉維的前場3炸戟合體，衝擊力強的伊哈洛作為後手騎兵，申花一改上半程深陷降級區的疲態，開啟了一段狂飆模式，下半程拿到8勝。要不是伊哈洛中途打了一段時間非洲杯，外加金信煜受傷，申花多贏幾場不是不可能。而那半個賽季的頭功，自然是化身進擊巨人的金信煜。全中超都感受到了被韓國前鋒支配的恐懼，前6場比賽8球2助，包括面對廣州富力的帽子戲法。等金信煜、莫雷諾、蔣勝龍3個身高超過1.9米的大個站在禁區裡，申花就像開了鎖頭掛一樣，開始玩起了空中接力。到了足協杯決賽4回合，又是金信煜將總比分扳成1-1平，之後才有的申花大逆轉。其實那一年金信煜已經有了下滑的跡象，但有了這名既能摧城拔寨，又能吸引對手後衛防守重心的橋頭堡，後15輪聯賽申花打進28球，曹雲定傳中，金信煜暴扣，是那年申花最美的畫面。只不過常年的多線作戰與頻繁和對手在禁區內肉搏，讓金信煜的膝蓋不堪重負。足協杯決賽時已經是帶傷出戰，在20賽季開始後不久，他又遭遇骨折，賽季報銷。21年時，金信煜已經不太能跟得上中超的節奏。其實滿打滿算，他在申花只留下了不到1年的高光時刻。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時間後，金信煜在港超又遭遇了嚴重的傷病。最近他自宣，在結束和截止的合同後，他就將退役。為申花出戰30場，15球3助攻的大金子有那麼好嗎？論名氣，金信煜一定沒有阿内爾卡德羅巴的高度，進球數也比魯伊斯差一個檔次，更沒有馬來萊黑旋風一樣的速度。但韓國前鋒卻算得上申花隊士排得上號的頂級技戰力。除了他進攻中的作用，還有無數次被報道的場內默默加練，賽後面向死忠看台深深鞠躬，以及場外的勤勉低調、謙遜隨和。他明明可以等在原地讓隊友給他餵餅，但他卻一次次扛着對手衝鋒，像一個一馬當先的重甲騎士，幫球隊撞開勝利的大門。
當他被侵犯，裁判卻不響哨時，也看不到金信煜貪少抱怨，而是迅速起身投入比賽。盯尾球攻防時，他更是肩負着盯人和爭奪第一落點的重任。翻看金信煜的採訪，他一次次表達着對申花的感謝，以及對自己表現的不滿。球迷見慣了只為掙一筆工資，比起賽場或許更喜歡迪士尼的傭兵，但金信煜卻總說他想給球隊帶來更多。今天申花球迷依然在等待一個像金信煜一樣謙遜、勇猛、敬業，願與球隊荣辱與共，時刻充滿鬥志的外援前鋒。他可能明天就出現在康橋，也可能還要等很多很多年。